你们说少夫人失踪了？那日世子服下解药，胡言神医说您会昏睡多日，少夫人担心陛下猜忌，更怕惹得旁人起疑，便命奴婢看家护院，而后进宫向陛下求药。谁知那日少夫人一直到日落都没回来，奴婢心焦，便派小丫鬟去给侯爷和夫人通风报信。侯爷当即进宫去了，那守门的侍卫却说他们看见少夫人出宫来了。侯爷担心少夫人被贼人掳走，立刻派家中护卫去找。魏明知晓少夫人失踪，也叫了锦衣卫一起去找。可是一直到现在，少夫人都还没回来。世子，如今您醒了，奴婢求您一定要找到少夫人，奴婢求您了。少夫人失踪多久了？5日，不，今日是第6日了。阿密，阿密，你等着我，我来找你了。夫人，你醒了。这位夫人，你我2人可是之前认识？夫人不认识我也是应当的。当初谢指挥使惩治一位姓郭的公子，我和几位姐妹替指挥使做事，事后他让人将我们从青楼赎了出来，还给了我们一笔银子。郭凌云，他只记得谢之让答应他会帮他解决，回来之后却无论如何都不告诉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。若没有指挥使，我们哪里能逃离那个吃人的地方？更遇不上我现在的夫君。指挥使与我有恩，如今遇见谢夫人您有难，我自该出手相助，报答恩情的。当初她们姐妹3人因为沾染花柳病，还被老鸨压榨，逃又逃不出去，赎又赎不起身，痛苦的几乎恨不得当即去死。但偏巧那时锦衣卫找上了他们，结果谁也没想到，那杀人不眨眼的煞神竟会饶他们一命，还替他们脱离青楼。锦衣卫送他们出京后，只说不许再回京城。他们商量一番，决定南下。就是在这南下途中，他们碰上一位神医，那神医给他们开了药方，结果还真就治好了他的病。夫人，多谢您一片善心，您今日之恩情，我铭记于心，待我回到侯府，定尽心竭力报答。我身份低贱，可当不起您一声夫人。我姓丁，闺名一个梅字，您若不嫌弃，便唤我一声梅娘吧。梅娘，我姓姜，乃家中独女，你也可唤我元娘。他是我夫君，姓方，家中行伍，便叫方武了。方大哥。明月如霜，清风如尘，又听敲竹声。小帘低唱，绿窗深深，人世自纷纷。笛声婉转，情歌满屋，何笑颜逐春？谁闲情雅致，共我这一程？阿密呀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可平安呐？曾方海、太子、陈贵妃、姜密出宫之后，是被什么人骗走了，还是被掳走了？出宫？你说皇宫守卫看见阿密出宫了，守卫是看到他人出去了，还是看到他的轿辇出去了？守卫当时说的是，他看见元娘坐着轿辇出宫去了。是了，怪说不得他让人在宫外找线索，却一无所获，因为姜密根本没有出宫。御林军和锦衣卫共同拱卫皇城，御林军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几乎从来不查姜密。若是有人利用这一点，让人假扮成姜密坐在轿辇中，再略微遮掩一二，便能顺利掩人耳目。太子大人，太子妃有请。远在偏僻小山村的姜密，此刻吃饱喝足，思考该如何归家。梅娘，你们这村子里可有能信得过之人，愿意帮我去京城跑趟腿，捎一封信？村长家的儿子以前做过货郎先生，走南闯北，也去过京城，而且他为人热忱，想是可以的。
我知道姜氏在哪儿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不和你兜圈子，我告诉你他在哪儿，你帮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帮我杀2个人，2皇孙和3皇孙。看来这太子妃和太子也是貌合神离。淮阴侯府和东宫到底生了下系。太子膝下共有4子，长子为侧妃谢文珠所出，剩下3个，一个是梁帝之子，一个是梁元之子，还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孩子，其生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宫女。所以他想把4皇孙抱到自己膝下养，然后除掉2皇孙和3皇孙，这样自己的孩子便是唯一的太孙。至于为何要留大皇孙一命，谢文珠那个蠢货看不清，太子妃可是将太子看得一清二楚。太子当时久久没有子嗣，急需一个长子来稳固地位，所以他忍了。但他心里哪里能真的没有猜疑，所以大皇孙在太子心中永远都不可能是4子，而太子妃自己不动手，却叫谢之让来办，就是要让自己手上干干净净的。这女人还真是算计得明明白白。想让我做你手上的刀，也不怕划烂你的手。哼！太子人呢？殿下他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？太子侧妃呢？让他赶紧滚过来见我。是，娘娘。东宫这几日可还有什么动静？太子2日没回宫了。2日？他不敢想他的阿密会受到怎样的搓磨。顺着2日前太子的踪迹去查，务必要查到太子去了哪儿，派人去城中和城外县城镇子的各药房、医馆，查完近些日子去买过安胎药和堕胎药的人，看看有无可疑之处。是，大人。我愿意守候。阿密，你一定要等着我。踏遍红尘万里，不负相思意。丁梅请了方家村村长的儿子方天替江蜜去京城送信。方小公子，你带着这封信去京城，待进了城，你往城西去，找到召回进宫坊的罗锅巷，那里有条胡同叫紫铜庙文昌宫，往里走第2户，便能看见宁安侯府4字牌匾，那便是我家。你若从胡同的另一边进去，便会路过北镇抚司，你也可以将这信送入北衙门。无论你是去宁安侯府还是去北镇抚司，你只说你是替谢家世子夫人来送信，他们便会领你去见我夫君。夫人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将这信顺利送到的。哪儿来的狐狸精，大着肚子还敢勾搭我宝贝孙儿？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孙儿当这野种的爹呀？啊！我呸！老娘我告诉你，想让我孙儿去给你送信，你休想！小天，给奶奶回家。奶奶，我答应人家了，不能失信的。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？你个不要脸的小贱梯子！你别乱说话，这是京城里的大官夫人，你在这瞎说什么呢？而且还有孩子在呢。你个赔钱货，写什么写？没伴儿的东西学什么写字？以为自己还能去科考了？是我教他写字的。您是夫人，多么金贵的人，她就是个贱丫头，哪能和您比呢？翠花，方翠花，哎，奶奶，我来了。夫人，您瞧我这孙女儿，脸盘子好看吧？屁股也大，好生养着呢。我瞧您怀着孕，应该也不方便伺候夫君。您觉着我这孙女儿怎么样啊？您带回去给她开个脸，让她做小，我保证她听您的话。方老太太还是好好替她相看相看，而后挑个好郎君嫁过去给她做正头娘子，也省得还要看家中主母的脸色。我们方家可是对夫人有恩的。你说的对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救我的是梅娘和方武大哥，替我送信的是方天方小公子，对他们我自是要报恩的。但有人来我面前说了一通阿杂话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和我腹中的孩子，污蔑朝廷3品外命妇，恐怕是要被拖出去打板子的。你说我恩情都还了，这仇我是不是应当也要报啊？哼，你吓唬谁呢？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还当大官夫人呢？我呸！就该让我家翠花去当。一个女人没男人还敢这么横，信不信老娘我把你卖给老男人？说完了就给我滚！我告诉你，落草的凤凰不如鸡。够了，这位夫人是我家的贵客，没事儿您回家去吧。放
反了你了，方武啊！我是你奶奶，我便是住在这里都住的，你还敢赶我？当初分家的时候就说好了，家里1分钱都不要。您和大伯他们一家住，我们夫妻每个月给您小人200文钱。我饿了，咱们回去。五哥、五嫂，我和奶奶先走了。原来这方武和方天是堂兄弟，这方老太太便是他二人的祖母。方天的父亲乃是方家村的村长，方武的父母却早在多年前去世了。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，草色轻遮不住那白容影踪。你醒了？我忽然间撞入你满目的从容，别害怕，我是春与人间相逢。你来，好福。好，我送你回府。晚风年岁悄如梦，心里尘嚣河畔点点萤火虫，温柔点亮我过往静默的星空，冰雪都在此刻消融。奶奶，她不同意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方翠花如今也到了嫁人的年纪了，10里8乡的小伙子，她是谁也看不上，一心想做有钱人家的富太太、富姨娘。这事儿由不得她同不同意。奶奶仔细想了想，咱去和那狗泼妇有什么好说的？贼歪蜡骨，肯定拦着你进门。奶奶，那该怎么办呀？那小贱人不是让你小哥去京城送信吗？你跟他一块儿去。到了那大官家里，你就借着送信的机会去勾引那大官，只要那大官要了你，那贱妇肯定拦不住你。翠花，以后发达了得记着奶奶，要把奶奶接到城里享福，知道没有？我知道了，奶奶。她也懒得跟自己孙儿掰扯，只说叫她带妹妹去京城开开眼，见见世面。方天虽然有些不乐意，但到底还是答应了。你说太子的根本被人扎伤，用不了了。这畜生，阿密当时该有多怕？若非是找人要紧，谢之让恨不得现在就去把太子给活剐了，再把他的宝贝煮熟了塞他嘴里让他咽下去，一刀杀了他，实在难解心头之恨。可找到少夫人了？没有，兄弟们按照太子的踪迹摸过去，发现那庄子里只有太子和一些大夫，并没有少夫人的身影。想来应当是少夫人扎伤太子之后趁乱跑走了。我让兄弟们在庄子周围搜寻，找到了这些东西是在回京方向的小路上找到的。按照少夫人的脚程，倘若没出意外，她应当已经走到京城，可她现在都还没回来，城门那边的人也没见过少夫人的踪影。卫命，抽调1半锦衣卫和家中7成护卫，顺着反方向去查。福东，你立刻将少夫人那日穿的衣裳、首饰列出来。老方，去信给下面的暗哨，分别去各地的当铺查，看看有没有人去当少夫人的东西。谢之让公然派出1半锦衣卫去找江密，那就是以权谋私，等于是直接将一个把柄立到敌人手上。但谢之让没办法了，若是江密被人挟持，他必须要这般给人压力，那人才不敢轻举妄动，才能保江密平安。进攻！山谷每回声，你就换一座山谷；天空现阴霾，你就化身成太阳。不被人看好，就和自己我歌手。狭路若相逢，你就勇敢向前冲。你如少年拉满弓，不惧岁月也不惧风。你在那石头上坐会儿吧。梅娘，那是什么？
这草啊，叫牛不吃，每次放牛，只要边上有这草，他都不愿意过去。我们这边养牛的人家都不喜欢这草。他将解药给谢之让时，便已经做好和2个孩子一起去死的准备了，却不想峰回路转，他竟在这等境遇下找到了换心草。梅娘，我想把它挖出来带回家去养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宝贝呀，咱们有解药了，咱们呀可以长长久久的陪着爹爹了呢。阿娘给他写信了，他呀马上就会来接我们的。云外青山袅袅，竹儿轻轻摇，春熙蒲草在心头挠啊挠。长安归途遥遥，飞鸟烟寥寥，年少心事无处逃。我知小元娘消失，你心中焦急，可也不能这般毫无章法。你让那些锦衣卫堂而皇之的去找他，他难道不要名声了吗？锦衣卫办案还无需同旁人解释，谁敢在明面上提，有那等乱嚼舌根之人，舌头拔了便是。锦衣卫办案，旁人缘何不能插手？还不是因为陛下，那本该给陛下做事的锦衣卫，倒叫你拿去找人。如今这个时候，正该是小心谨慎。你这般正大光明以权谋私，端是给太子那边的人递把柄。你心心念念你的发妻，可有想过七殿下？可有想过我们的大计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我没有，谢先生，师娘待我一片真心，我怎可做这白眼狼？我是真担心师娘的名声会因此而受损。微臣已和陛下说清楚，便不劳娘娘操心。为了一个女人，她竟然敢这般和本宫甩脸子！还有你，江氏待你一片真心，本宫难道不是？本宫难道养的是白眼狼吗？方才我那番话是为了谁说的？还不是为了你？谢先生和师娘伉俪情深，师娘如今不见踪影，他自然着急，而且他同父皇已经说好，便说明他已经摆平此事，咱们不必多说什么。你不是觉得江氏好，去找他便是，待在我这里做什么？死在里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青天白日就开始发春，真不怕拖你出去进猪笼。大人，是标下的失职，没看好娘娘，都是标下的错。你倒是上赶着给人做奸夫。您这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可是有什么吩咐呢？这几日司礼监会派新人过来护着你，陈贵妃那边的人你自己提防着些，另外把他给我盯紧了。你们这是闹掰了？七皇子到了娶妻的年纪，陈贵妃一直想让他娶娘家侄女，这几日我没心思搭理他。他若是借机去陛下面前求赐婚，你就把这事给拦住了。那七殿下又不是我儿子，他老娘给他安排婚事，我怎么能插手啊？若陈贵妃的娘家侄女嫁给七皇子，你便带着你的孩子和你的奸夫一起上路吧。我跟七皇子非亲非故的，陈贵妃给他娶妻，我有什么借口不同意吗？娘娘，您这样会压着小皇子的。姨父，你找到姨姨没有？我和你一起去找姨姨好不好？别添乱，自己回宫去。我不添乱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就想和你一起去找姨姨。大人，府上来了一男一女，说是替少夫人送信来的。是你说你替我夫人送信来了？这人不仅是个大官，还长得好看，可比那些肥头大耳的富商好多了。看来这京城还真是来对了。是我。信呢？大人，我这么大老远跑过来送信，您是不是应该报答我一下呀？你若当真是替我夫人来送信，我自当是要感激你的。大人，您真好。您在家里这么着急，夫人却……夫人怎么了？
夫人怀着您的孩子却一点都不安生，住在我五哥家里，当着我五嫂的面和他勾搭。信呢？他想过，这大官可能会拒绝，可能会接受，甚至可能和镇子上那些富家少爷一样，色眯眯直接上手。谢之让确实直接上手了，直接是要了他的命。搜身！魏明，叫上呼延富去方家村。你这不孝的东西，掏了鸡蛋也不给奶奶孝敬孝敬，我白养你这么大了，一个赔钱货，一个狐狸精，你可真是出息呀！方武，给女儿吃也就算了，还分给那狗贱人一个，他晚上钻你被窝了吧你？这么想着他，你这一天到晚没事做了是吧？哼，姓丁的，老娘可是帮你说话，你男人的东西让别的小贱人用了，你和我横什么横？还是他就是你给男人找回来的娼根啊！谁家的狗没牵好绳子，跑到我面前来吠？有本事你给老娘下来，看老娘不撕烂你的脸！哼，我倒是谁呢？远看一条狗，走近了才发现是方老太太您呐！您这上下嘴皮子一翻，味儿可太冲了，赶紧去自家菜地站着，嘚吧嘚吧给菜施肥去吧！你这么大一团在那堆着，枪狼见了都得两眼放光，呼朋唤友过来赶紧干活呢！娘亲，江姨母，什么是枪狼呀？枪狼就是推车客，那就是推屎爬呀！你敢骂老娘是屎？你给我下来，滚下来！看老娘大耳刮子打不死你！方老太太，我可没说呢，这话可都是您自己说的。天杀的贱梯子，你就在这放你娘的屁！大着肚子还敢来勾搭野汉子，我呸！什么高门大户的夫人，张开腿做生意的腰姐还差不多。不知道谁家的棺材板没按住，倒让你这小鬼跑到人家门口骂人来了，嘴巴那么臭，我拿水给你洗一洗。没脸没皮的王八羔子，给我滚！再敢来脏了我的耳朵，我就叫来749个和尚围着你念道头经。阿密尔，云淡风轻，一轮江月明。漂泊我此生人多情，几分惆怅。阿米，你别哭，我来接你了。别哭，别哭。我腿软。没事，我扶着你。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还在呢，收敛点啊，还把不把脉啊？我把呼延神医叫来了，让他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嗯。潮汐有花落，泣不肯我，一小雨便是几世因果，泯灭的烛火。他那时不过是想到江密，心软了一瞬，便放了他们一条生路，却不想多年后他竟救了江密一命。穿着人的衣裳却说不出人话，我便好好教教你规矩。我朝律法规定，不可当街厉骂，你却仗着自己是村长的母亲，在村里为非作歹，肆无忌惮地骂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掌嘴50，再送到衙门去打板子。他是知道律令的，像他奶奶这种情况，怎么着也得打100大板。这100板子打下去，他奶奶不死也得废了。夫人饶命，此事是我奶奶的错。夫人，您就看在我替您送信的份上，免了那100大板吧。我不要任何赏赐了，我只求您放我奶奶一条性命。你若执意要换，可以不打那100大板，掌嘴100。他观方武有些手脚本事，便想举荐他做个小官。方武和丁梅连连拒绝，
梅娘、方武大哥，我知晓你们不是挟恩图报的人，可是你们不想想自己，也该想想你们女儿呀。难道你们想她一辈子在这小村子里被人骂一辈子的赔钱货吗？我看她喜欢读书念字，何不满足她的愿望呢？梅娘，你们便答应吧。想不到我家乖乖如今这么厉害呢。我就是这么厉害，你嫌弃我不成？我哪儿敢呀！我要是敢嫌弃你啊，夫人还不得骂死我呀！呸呸呸！你瞎说什么呀？佛祖菩萨都会听见的。说到底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才让你不得不和那种老泼皮去吵架对骂。你就不该受这种委屈。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呀？是太子心怀不轨，是方老太没脸没皮，一切都是他们的错，怎么会是你的错呢？阿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好想你啊，夫君。好想好想好想你。我也想你，阿弥。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吃委屈了，是我不好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不怪你。咱们威风凛凛的谢指挥使哭完没有啊？你以为谁都和你似的，丁点事儿就要流眼泪，你就败坏我名声吧？哎呀，好嘛好嘛，你这么娇气，我还能怎么办呀？当然是宠着你啦，谁让你是我夫君呢？没看见没看见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听你哄我。夫君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找到换心草啦。心里烂是要问，怎么找到的？绣的手指裆里，触发金黄蕊，待小树敲过，心里渐垂，来摇动淋雨般斜过缓缓归。太子妃得知谢之让把江蜜找回来了，惋惜了一瞬，但他此刻畅快得很。好啊好啊，常年打雁之人终是被雁啄到了眼睛。他就说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瞧着报应来了吧？他恨不能亲自在东宫门口点爆竹，放他个3天3夜。若不是他还指望丰厚，他都想自己阉了他。如今倒是江蜜帮他解决了心头之恨，只是想到太子还要继承大统，太子妃的笑意便微微收敛。这事儿该满死了才是，如若皇帝和朝臣知道，太子可就上不了位了。与太子妃不同，太子侧妃谢文珠却是火冒三丈。废物，通通都是废物！他本是想借着太子的由头将人弄到庄子上，而后哄着太子过了风头再去见江蜜，他好趁机将人给除掉。可太子居然这般等不及，没过2日就去庄子找江蜜，还让江蜜寻着机会跑了。他就不应该让下人去扯辱他出气，他就该直接把人给杀了了事。而太子被江蜜伤及根本，他心中再是恼恨，也知道此事不可生养，只能咬碎了牙齿，或者血沫往肚子里吞。太子忙着求医问药，没时间争权夺利，朝堂之上倒是安稳许久。一拜天地，
莫非尘世二拜高堂，只为今生见一面青山夫妻对拜，君恩客怎共你千山阻隔万里远，来世再续今生缘天亏那无语怎样意，心上黑鬼被梦境。哎呀嗨嗨哟，哎呀嗨嗨哟。你为我煮清酒，烛花映晚，注视中知否？我在如南行游，这天中的舟，只因你青山不改旧。2月半枝花瘦，却惹得南海红颜长流。一骑烟雨两秋，换轻纱拂袖，而我徒留残尘碎梦。我寻你寻不到归期，我梦里梦你的眼睛，如若一念心醒，奈何时难眠，离心语，长叹月似你。我寻你寻得到何时？我梦里却孤影千里，酒醉良辰之意，各自生欢愉，情丝寸寸绕成谜。马南巡竟是一连7日都没再过来，这深宫太寂寞了，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再不来，以后都别来了，我叫谢大人叫个新人过来。娘娘，之前他一见自己都会扑上来叫他抱的，今日怎么……你想来便来，想走便走，你当本宫是什么？娘娘恕罪，表下知错。本宫哪里敢怪你啊？左右你也是不把本宫放在心里的。娘娘恕罪，表下这些时日没来您宫中，是因为家母病得有些严重，表下同指挥使大人告假归家市集去了，忘记同您说了一声，表下知错。你母亲没事吧？多谢娘娘关怀，家母没事了。没事便好，这些日子你便好好孝顺你母亲吧。多谢娘娘体恤，家母身子已大好。近来贵妃娘娘同指挥使大人起了争执，表下得大人吩咐，夜间会在您身边保护您。既如此，马侍卫随意。孟元双肚子里这个终归还是皇帝的小儿子，故而谢之让派了2人轮流守在孟元双寝殿这边。其中那女子扮作宫女守白日，马南巡则在夜间巡逻时悄悄进入此处为其守夜。他觉得自己不对劲，他努力爬到今日，不就是因为知道男人靠不住，才博得这一条出路吗？待到他诞下龙种，无论是皇子还是公主，只要不去觊觎不该惦记的东西，他便能安享晚年。但倘若和他真有什么……此次马南巡母亲的病情来势汹汹，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，他还倒欠同僚许多两纹银。他就是这么一个烂人，怎么敢去肖想那般金尊玉贵的昭仪娘娘呢？
夫君，你给他们取好名了没有啊？想好了，乳名便用你取的兔啊和泥啊，大名取了3个，一个叫灵，一个叫炎，还有一个叫寻。你怎么只取一个男孩名啊？万一是2个男孩呢？不可能。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陈贵妃和谢之让起了下戏，遭殃的是孟元霜。不过是继子出身，您这等金枝玉叶，同他之气，岂不跌份儿？他不知道马南巡有没有听见，他若知晓了，会否……日后换个人来守夜吧。娘娘当听过一句话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我不会走的，抱歉。他能有什么抱歉的？今日之事，我不该好奇停下来听，很抱歉让你觉得不自在。你不是要来我这里守夜吗？白日怎的还要去巡逻？同僚家中有事，拜托我替他值守罢了。标下日夜操劳，娘娘可能将床分一点位置给标下。怎的？现在知道本宫不过是个继子，便觉得可以任你轻贱？娘娘在标下心中永远都是天边明月，方才的话只是觉得您会难过，所以想陪陪您，确实不想惹您生气的。本宫只能分给你一点位置。多谢娘娘，标下给娘娘讲个故事听，可好？3年前山东道有个贪官，标下跟着曲同之去山东把他给抓了。没了？啊，没了。你耍我呢？真没了。书拿来，念书给我听。却说那书生一气之下，声称扑过去。这岂是正经书？你怎么不念了？娘娘啊，你若不想念书，我便罚你不准上床。也只有在黑夜的掩饰下，他才敢将那些僭越逾矩的心思毫无保留地倾泻。娘娘，愿你夜夜好眠，愿你日日欢颜。那一个才是真的我，一颗心躁动着，灵魂在饥饿。如此相安无事着过了几个月，江蜜很快便怀胎9月。呼延父先前说过，怀双胎一般都会早产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整个宁安侯府都开始严阵以待。谢之让更是整宿睡不着觉，连江蜜翻个身，他都要坐起来看许久，确认江蜜真的没事才继续睡下。故而江蜜精神头看着还好，谢之让却是两眼青黑，混被人打了似的。江蜜如今肚子大了，谢之让不放心，每次沐浴都要坐他身边盯着，以防他摔倒。先前5、6个月的时候，谢之让还会逗逗他，过了7个月，他便像一夜入定似的，绝不多手多脚，生怕惹得江蜜一个激动早产了。我好像要生了。阿蜜，你别怕，来人，少夫人要生了。产婆都是一早就备好的，院里的丫鬟也操练了无数遍江蜜生产时应该怎么办。此刻谢之让一声令下，众人很快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。母亲，元娘这边有我盯着，天色也晚了，您回去歇着吧。有事儿我差人去和您说一声。我如何能放心得下？便是回去也是干等着，还不如在这儿守着呢，也安心些。起初是一点轻微的坠痛感，而后开始加剧再加剧，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手在腹中拉扯、搅动、扭曲。夜色愈来愈浓，月亮渐渐升高，又渐渐落下，天边开始出现一点昏暗的光。他刚缓下歇了一会儿，还没将丫鬟递过来的参汤喝进嘴里，那股阵痛便又开始发作，而后越来越频繁，仿佛是要一点点把他的臀骨给撑开，掰成两半。阿蜜，他不敢进去。呼延父说过，女子生产时最是体弱，
他罪孽深重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凌凌煞气，他怕对江蜜不好。谢之让听着一声一声压抑不住的痛呼，心脏仿佛正被千万把剪刀凌迟。我醉啤酒又寒山，霜花满天。玉溪寒气冷风帆，酒洒河山。恳求各路神佛菩萨保佑我妻顺利生产，我愿意性命换他们3人平安无虞，求菩萨保佑。我就落是山泉。你看雪花飘散，渐渐换百官，白发老人背着海下山。愿观天险无患，我今醉酒犹在，一别寒山，我何时归来？我已生病，再也无退路，怎说寒冰冰冻我辛苦？膝盖疼不疼啊？有没有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啊？就是咱俩成亲第2天，我吵着你睡觉，你生气了，我跑回来哄你的时候，也不小心磕到床了。所以啊，欠你的总是要还的嘛。行，那这还完了，你还疼不疼我呀？我疼你，你不乖，我也疼你。我生于天地间，本是长生不老仙。我坐看云起时，一步来到这人间。长安归途遥遥，飞鸟烟寥寥。年少心事无处逃。你醒了，阿蜜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还有点疼。孩子呢？奶娘哄着呢。俩孩子到底是2个女孩、2个男孩，还是一男一女呀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还不知道？孩子生出来你没看一眼啊？那个，你没醒，我不放心，然后就忘了。江蜜生了一对龙凤胎，老夫人喜得见牙不见眼，高声吩咐在宁安侯府外连摆7天流水席，给2个小重孙积福。嘿，咱们小阿染刚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黑黑的呀。是呀，等过2日，妹妹就和我们冉姐姐一样好看了。少夫人母子平安，顺利诞下龙凤胎，给府上所有下人多发2个月月钱，叫大家都沾沾喜气。一时之间，侯府上下欢天喜地，倒是江蜜和谢之让成了这府上最冷静的人。既然是一男一女，那姐姐就叫兔儿，大名谢灵；弟弟叫倪儿，大名谢寻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夫君，你抱抱他们。夫君，咱们都是第1次当父母，
不熟练很正常呀。可是我们一下就有2个小孩，应当要一碗水端平才是，你可不能偏宠哪一个。若他二人都是男孩或是女孩，那自是要一碗水端平，可一男一女就该疼兔儿多一些。尼尔是男孩，他该让着姐姐才是。兔儿和尼尔都是你的孩子，哪里就有你多疼兔儿一些的道理。我只是不希望尼尔和你小时候一样，父亲母亲偏疼大哥，你长到这么大的年纪，心中还是介怀，我心疼你呀，所以你也疼疼尼尔好不好呀？就当是补偿小时候的自己嘛。好，都听你的，我对他们肯定一碗水端平，只是我不需要补偿小时候的自己，因为有你，就感觉其他一切怎样都没关系。你的嘴怎么那么甜呀，夫君？和你学的呀。谢之让那日被江蜜说了一通，隔天下衙回来，便拿着枕头去找奶娘学怎么抱孩子。他学了整整5日，确保万无一失，才去找兔姐儿和尼哥检验学习成果。大人，7殿下和11殿下来了。方才我抱兔儿抱了多长时间？1刻钟。让他们等着。他抱了兔姐儿1刻钟，就得抱尼哥1刻钟，不能厚此薄彼，要一碗水端平，这样就算不偏不倚了吧。先生，今日来，一是庆贺您和师娘喜得麒麟儿，二也是有一桩喜事想同您说，我也要做父亲了。他知道七皇子身边有一个妾室很得他宠爱，只是没想到竟然宠爱到这个地步，嫡妻尚未进门，妾室便有了孩子。先生，我是想让她做我的正妻。她出身低微，你若要娶她为妻，定然困难重重，这你母妃那里便是一道大坎，你自己做好打算。18岁呀，还是个孩子呢，居然就做父亲了。中所的马下为求见。大人，先前江蜜还未生产的时候，谢之让命孟元霜将陈贵妃看住，叫他阻止陈贵妃替七皇子和陈琳求赐婚圣旨。孟元霜没办好此事，还险些小产。马南巡为了阻止谢之让，真下令处死孟元霜，独自一人在官衙跪了1夜，只求谢之让放他一条生路。谢之让想着少造点杀孽，便允了他，只是将马南巡从后宫调了出来，发配去给皇帝守夜。当初他怎么就给孟氏找了这么个厨啊？指头一勾，这活儿就叫他给轻易勾过去了，还心心念念都是他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？表下时刻谨记自己是锦衣卫，不敢忘记自己的职责。但娘娘即将生产，表下只求大人能放表下入后宫几日，等娘娘生产完毕，表下绝不多留。当初为什么让你过去，又为什么让你回来？你心里知道，你一次次的来求我，我凭什么答应你？表下愿为大人赴汤蹈火，肝脑涂地。我要你一个蠢货的肝脑涂地做什么？表下求大人明示。去找千户换班吧，等他生完孩子过来找我。谢大人。你去宁安侯府了？是。他是臣子，值得你这般拉下架子去亲近他们。左右满月酒也是要请你的，那时候去走一趟便好了。你对谢之让这般亲近，你让那些跟你的文官清流怎么想？母妃，谢先生和他们不一样，在我还处于微末之际时，谢先生便尽心尽力地扶持我。他和师娘喜添麒麟儿，我自然是要去贺礼的。谢家那对龙凤胎可取好名了？取了，姐姐名玲，小名兔儿，弟弟名寻，小名尼儿，都是好字。那岂不是和灵儿撞名了？我记得陈姑娘是钟灵毓秀的灵，兔儿妹妹是平陵的陵。音一样也不成，灵儿是你的正妃，日后是要坐那个位置的。谢之让又不是不知道你要娶灵儿，还给自己女儿取名谢灵，
是什么意思？儿臣从未说过要娶陈姑娘为妻，而且就算是母妃您说的那样，兔儿妹妹也不算是和她撞了名讳，没道理就让兔儿妹妹改名字。你是不是翅膀硬了，就可以不听母妃的话了，亡我对你的一片真心？母妃这般说，儿臣心中不是滋味。难道在母妃心里，儿臣就是这等忘恩负义之人吗？儿臣不想娶陈姑娘，是因为想用正妻之位拉拢人心，是想着外祖父和舅父待我情深义重，可以彼此信任。可是您一定让我娶陈姑娘，难道是您和陈家都不信任儿臣吗？他能说他不信七皇子吗？不能。皇儿，你多心了，我自然是相信你的。母妃信我便好，儿臣心里就放心了。那贱人呢？还在七殿下身边呢，瞧着七殿下对他很是宠爱。这个档口还不能收拾他，万一让皇儿和我离心就不好了。把人给本宫盯紧了，万不能让他怀上孩子，且让他得意去吧，有他好看的时候。阿竹，静园，闻着海棠花开气息，寻着风和日丽云际，杏花雨晴拂衣，东边晴西边雨落，满目江楼不胜枚举。我泛舟一叶静谧，一灯一桌一酒一画笔。太子彻底被迫接受自己不行了的这个事实。他如今和阉人无异，性情更加暴虐，也更爱折腾人。东宫之内经常悄悄抬出小宫女凄惨的尸体。不够，不够，还是不够，都是那个贱人害的。太子妃乐得看太子这么痛苦，面上却是一朵笑意盈盈、温柔小意的解语花，成功把四皇孙抱到自己膝下抚养。日头东升西落，很快便到兔姐儿和尼哥儿的满月里。这一日的宁安侯府门庭若市，宾客如云。不管这些人心里是怎么想谢之让的，谢家发了帖子，他们就必须协礼登门。谢之让也不管他们怎么想，宾客来了，笑着给他敬满月酒，他便来者不拒，全当是给兔姐儿、尼哥儿姐弟俩积福。好，你的，马上来。少夫人，陈家姑娘来了。也不知道那陈贵妃是怎么和皇帝说的。总之，她讨来了皇帝的赐婚圣旨。陈玲总归是名义上的七皇子妃，江密便不能不见她。请陈姑娘进来吧。
师娘不必如此多礼，您是长辈，而且还坐着月子呢，实在不必这般拘泥于礼节。我今日来是有一事想请师娘帮忙。七殿下年幼时便得谢指挥使的教导，对您也是多有亲近，几乎是将您看作自己母亲呢。陈姑娘这话可是不妥，七殿下的生母乃是已故的德妃娘娘，养母是贵妃娘娘，我不过是托大应殿下尊称的一声师娘。师娘您过谦了，近来殿下同我姑母闹了矛盾，殿下同您亲近，您便帮忙劝劝殿下吧。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呢，他俩是因为你吵起来的，你跑到这里来充什么好人？这么能耐，自己解决去呀。陈姑娘，我们外人哪里好插手的呀？说来殿下会同娘娘置气，还是因为陈姑娘你呢？这冷不丁的颁了道圣旨，七殿下估计就是没反应过来自己要有妻子了。可陈姑娘你这般花容月貌，才情兼备，定然是能让七殿下满意的。等你让七殿下消气了，他们母子俩可不就重归于好了？还是得陈姑娘你努力，做一位让七殿下满意的七皇子妃才是呀。你觉得呢？谢淑人，老奴今日随姑娘来您这儿走一趟，也是贵妃娘娘有些话想说给您知晓。嬷嬷请讲。娘娘说了，您家千金的名讳和七皇子妃的名讳撞音了。我家玲姐的名讳已经是上了族谱，告过天地祖先的，这轻易就改，也是对祖宗不敬。我一介妇道人家也做不了主。话老奴已经带到，还请谢淑人和谢大人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，滚回去告诉陈清颖，别青天白日就开始做梦，再敢来提改名的事情，我便亲自去和陈大人聊一聊，该给他闺女改个什么名更好。滚！这陈贵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没坐上那位置呢，怎么就突然抖了起来了？忒嚣张！我和你说个事儿，你别生气啊。好。陈贵妃可能宣我啊？我说陈贵妃好像对我有意思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不知道啊。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怀孕3、4个月的时候吧。那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？我怕你太激动嘛，乖乖。净给我招蜂引蝶，瞧瞧，因爱生恨了吧？哼！哎呀，别生气了嘛，阿蜜啊，我也不想的呀，你知道的，我的身子，我的心可都是你的，你理理我吧。好阿蜜，好乖乖，好宝，心肝，你理理我吧。哎呀，你真烦人，哪学的呀你？和你学的呀，乖乖。为百转之秋，陪你实现约。一句悠悠，弦伴邂逅的孤阡，爱的桥段，叫我怎么写？乖乖吧，好不好？元娘不是在做双月子吗？怎么这三郎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这个时候同房，对元娘可是大大的不好呀！三郎，娘叫你呢。没听见。等一下，他进来了。不管他，乖乖，好乖乖，咱们做自己的事啊，乖乖。弦伴邂逅的孤阡，爱的桥段，叫我怎么写？梨花飘落在你窗前，画中一人在闺中院。谁
谁把思念进了丹血？只想留作时间为你穿越。我听不白墙青蛙的呜咽，等你撑伞走过我身边。古镇上谁家的炊烟，在为我们酝酿当年的月圆。一双鸳鸯戏在雨中的水面，就像思念故里头着天。你不讲信用。阿蜜，我知道错了，小的给夫人捏捏手，可好啊？这还差不多。夫人伺候我一回，我便能高兴许久。这回是我放肆了，下回小的伺候夫人如何？油嘴滑舌的男人，哼！雁铃叮咚催我来听一场暮色烟雨，金三分春色绵绵十里，泛青千涟漪。纸伞轻雪仍有余地，映出苔痕新绿。嫌那桃花沾雨，落你衣襟，情切不敢语。元娘还在坐月子养身体，你别胡闹。要是元娘有个什么不好，我饶不了你。没胡闹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元娘就是太惯着你了。这些话谢之让乐得听，他是没脸没皮惯了，被骂几句无所谓，反正他们婆媳两个关系好就成。昨日陈氏和那嬷嬷来闹了一通，回去齐殿下便和陈贵妃闹开了。会不会有影响或连累你啊？问题不大，吵归吵，他们自己知道当下最重要的是什么，随他们去吧。陈家心怀鬼胎，齐殿下他自己心里有数。陈家硬逼着齐殿下娶陈灵，难道是想架空齐殿下？
去殿下身边那妾室不是怀孕了吗？陈贵妃那边要是找你，你帮她瞒着点。太子呢？谢之让没在他面前提过有关太子的一个字。你是不是很介意那件事情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你是我的妻，我的长珠，我疼你还来不及，哪里会介意这种事情？我不说，只是不想你去想那些不好的事儿。我不怕他的，他也没对我怎么样。好，我们阿蜜最厉害了啊！不哭了，还坐月子呢，对眼睛不好。忍不住嘛。你看看，又哭又笑，尼儿都在笑你呢。你看他的眼睛圆溜溜的，像不像你？你说兔儿像我也没什么，可是尼儿怎么也像我呀？他眼睛没睁开的时候倒还像你，眼睛一睁开怎么就像我了呢？他是男孩子，像你才能好看些呀。像你好，像你好看。油嘴滑舌，就会哄我。江蜜在家安心将养身体，外面却是闹翻了天。七皇子那头忽然病了，有高僧批命说七皇子不宜早早娶妻，否则会妨碍他的身体。陈家、七皇子、皇帝吵吵嚷嚷，闹成一团。混账，一个两个，朕当朕死了是不是？什么命格有爱，他还不是为了一个妾？朕怎么就生出这么一个不出息的东西？还有太子，他怎么不干脆死在女人的肚皮上？都是混账！子夜啊，还是你好，朕这几个儿子是都不如你啊。陛下抬举微臣了，七殿下还是个孩子呢，都是有您撑着，他才敢这般放肆。他是个什么孩子？也就是谢庆整日里护着他。太子呢？微臣不敢妄议储君之事。朕人说了，求贤问道已落，最该是逍遥自在。朕是被这俗世凡尘给牵制住了手脚，才久久不得其法。朕为这天下黎民百姓操劳一生，也是该放手了。陛下，朕当年坐上这个位置，是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，更换储君，那是动摇国之根本，会使朝堂生乱啊！朕不想自己的儿子自相残杀。你如今已为人父，当时能理解朕的这一番苦心才是。朕知道你因为你的妻子对太子生了怨，但是成大事者不该为儿女情长所左右。太子那里我会替你和他说好的，该有的脸面我都会叫他给你的，不该动的心思我也会让他收回去。子夜啊，日后你要替朕好好的辅佐太子。老七那边你也劝劝他，他毕竟是朕的皇儿，朕不想把事情给做绝了。陛下，当年您于危难之中提携微臣，让微臣掌管锦衣卫，这么多年您屡次在朝臣面前维护臣、包容臣，这份恩情微臣无以为报。陛下，臣定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嘱托。好啊，子夜啊，你先回去吧。冯吉，让人去把太子叫过来。让人盯着，那父子俩说了什么，一字一句都传回来。世子，您要找的人已经到了，带上他们去护国寺。这些人是谢之让不远千里寻来的修佛匠人。谢之让不过是一介臣子，他想让他死，他有什么资格活着？
那老不死的居然还叫自己给他掩面，谢之让凭什么？等他登上皇位，他要先将江密充作奴籍，亲自折磨，然后扔到军营里去做军妓。他要让谢之让生生看着他捧在手心里的宝贝是怎样受人折辱。当务之急是要坐上龙椅。那个老不死的东西一心想着谢之让和老妻，从来没将他这个太子放在眼里。让苏茂过来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佛祖见谅，非是我不诚信，迟迟不来还愿，而是一时没有寻到合适的匠人。当初向佛祖许诺，若佳期生产顺遂，平安无虞，定为佛祖重塑精神。如今匠人已至，我一刻不敢耽搁，前来感谢佛祖保佑。云阴吹不散，千山此云万年间未变，道心已化为一念，往事过眼，转身释然。别人因星火相牵，纵然若回忆无憾，了然如愧于心间，相守而死，方觉无憾。甘愿从你指尖借来趟过万载的光颜，任沧桑流变，千城里相见。深恩不言，只盼能传承，之后记着肺腑之间，将心事一遍再重燃。我将诚你所愿，吩咐尘烟，烛光而相牵。虽知行路难，也必敢一担。身后定有万千清澈双眼，为你把世界看遍。托心不息，便生生年年。他怎么那么傻呀？套车去护国寺。白鸥忘我泊孤舟，是山了，是心了，心若了时，何时锁眉头？旧友旧友尽在风，花外楼留下妆。大人，宫里传，出去再说。是。梦也梦也梦不到，风萧萧，雨迢迢。梦也梦也梦不到你笑，梦也梦也梦不到路遥遥，静悄悄。梦也梦也梦不到你老。第一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。第二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。但曾相见便相知。阿蜜啊，你月子还没做完呢，怎么出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家。
山上风大，莫着凉。你疼不疼呀，夫君？不疼。要不要让人抬你下去？慢慢走，不碍事。你先坐轿子下去吧。我陪你。听话。我在山下等你。好，你去马车上等我。今日皇帝叫我过去说话，有那么点托孤的意思。多敷一会儿。好。那他想让你照顾谁？太子。既然要传位给太子，做什么把七皇子立起来和他打擂台？他一会儿让你跟着七皇子，一会儿让你跟着太子，他把你当成什么了？皇帝不像皇帝，爹不像爹的。他就是将我们看作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罢了。今日他将太子叫过去训斥了一通，事后我又让人把今日皇帝说的话半真半假的透了些过去，一切都快结束了。阿弥。太子那边我反而没那么担心，我担心的是陈贵妃，她和七殿下之间矛盾重重，又对你，现在大家彼此间维持表面和平，全是因为有太子这个外敌，一旦七殿下起事成功，这些问题便全露出水面。届时你，子夜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阿弥，我不会有事的，你和兔儿、尼儿还需要我呢。我会小心的。你不是喜欢赏花吗？待日后闲了，我便辞官带你去游玩。春日去苏州的桃花坞，夏日去西湖的曲苑风荷，咱们可以在杭州府一直待到秋日，然后去满家弄看秋香桂子。等到冬日，我们就去成都府的浣花深处。好呀，那你可不能食言。好，一定带你去。喂，方才我可是把我的私房钱都给捐出去了，日后可得劳夫人养着我啊。您看小的这张脸，每个月能值多少银子啊？你怎么那么贫呢？我嘴贫，夫人不会扣我钱吧？好了，我不告诉你，就是不想你这样嘛。本是好心，却又惹你哭，我心疼呀，乖乖。可是我也心疼你呀。那等过2日，你出了月子，好好补偿我可好？我可想你了，好不好吗？啊，乖乖。那之前你一直不肯答应的那个小狐狸和书生，山匪与寡妇，老爷和乳娘，小娘。谢之让，你要不要脸？你就是天下第一不要脸，我就不该理你。一天天的哪看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话本子？以后每个月我就给你发5两月例银子，我看你拿什么钱去买那些不着四六的东西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好乖乖，1个月5两银子，是不是太少了？20两吧。朝堂之上又没什么官员会请你喝酒，你不用和他们去酒楼，一应吃穿用度我都替你准备好了，有什么值得花销的地方？还是说你要去喝花酒啊？要是去青楼，那5两银子是不够的，我该给你准备多少银钱呀？谢大人。啊，够了，就5两，就5两。初雪佳期，满园空枝嫌太近，抖落一身清清。相随风停，掀窗帘交愧世纪，正道千里风影。朱茂是东宫的一位属臣，也是近来他最宠信的臣下之一。父皇叫姑过去说话，话里话外都在指责姑不该不给谢之让的脸面。此事你怎么看？殿下，微臣昨日听到一个消息。苏大人直说便是，七殿下似乎是有后了。什么？
和老七相比，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有4个儿子。可是现在老七居然也要有后了，而他还被江密那个贱人伤及根本。一定要让他胎死腹中。殿下，除了这个，难保不会还有下一个。依微臣之见，只要殿下夺得大宝，那腹中的胎儿便不足为惧。废话，我若能坐上皇位，我还用得着问你吗？殿下慎言。你怕什么？那老不死的东西早该滚下去了。本宫才是这天下之主。去叫淮阴侯过来。是。这太子当真是受不得一点刺激。哎，你说兔儿和尼儿是不是生反了？这方才尼儿抓我就和挠痒痒似的，还是兔儿的劲儿大得多。都胖了，裙子都穿不上了。哪里就穿不上了？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瞧这里都不能严丝合缝了。是你穿裙子，又不是裙子穿你。你觉得这样不好看，那就叫绣娘来做新的，柜子里那些都扔了。可是阿蜜，你这嘴撅的都成小鸭子了。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乖乖。阿蜜啊，你现在一点都不胖，在我眼里啊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。真的？我骗你做事？好吧。阿蜜啊，你上次答应我的那个乳娘什么时候兑现承诺啊？老爷，我是夫人招来服侍小公子的，您不能这样。烟花落尽呀，映上一壶茶，梦里寻红妆，一袖月纱。一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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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画，一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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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情家，风声雨声心声声声入耳，谁轻吟残花，数着一遍一遍一遍转化，一语一滴一滴滴的轻锁。过尽万家的横花，飞也扬风风在漂泊。烟花落尽呀，映上一壶茶，梦里寻红妆，一袖月纱。一杯茶，梦中是落花，正在谁心呀？烟花落尽呀，映上一壶茶，梦里寻寒妆，一袖月纱。一杯茶，梦中是落花，正在谁心呀？宁安侯府内一片祥和，谢之让将所有风雨尽数阻挡。
府外悄然发生着变化。皇帝罢朝的日子越来越多，一应大事全都交托给谢之让。然谢之让这本应该站在七皇子身边的人，却忽然和他划清界限。但谢之让也不算多维护太子，反而是对小小年纪的大皇孙多有袒护。朝堂之上，渐渐开始出现谢之让狼子野心，意图谋朝篡位的流言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此等言论甚嚣尘上。这大皇孙到底流着谢家的血，说谢之让想越过太子扶他上位，自己做摄政王把持朝政，绝不是空口胡诌。有不少敏锐者闻到了风雨欲来的气息，纷纷开始夹紧尾巴，扎进门里，小心做人。也有刚正不阿者大力抨击谢之让这等佞臣。京城之中风雨飘摇，终于在一大雪纷飞之日，皇帝不行了。陛下，滚！他只以为谢之让是心腹，是他可以信任的人，却不料他竟然给自己下毒，他竟然敢将自己囚禁在这乾清宫中，将这反贼压下去。你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那个下棋的人吗？朕待你不薄啊！你这乱臣贼子，你敢弑君，你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？我这脊梁骨可是早就让人给戳断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是不是因为当初朕给你下毒，所以你心生怨恨？朕当时就不该心慈手软，朕就该将你宁安侯府满门抄斩。若只是因为这个，我还懒得和你动心思。你不该打我妻子的主意，你就因为朕拿他算计你，你就要朕死？若只是因为这个，我没想给你下毒，只是想让七皇子将你拉下来罢了。但你不知道，因为你给我下了毒，导致他怀上我的骨肉时也身中巫毒。我可以死，但他不可以。他难道就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吗？我从不在意这身躯壳，我只在乎他。谢之让，你就为了一个女人要弑君，还是一个朕赐给你的女人？弑君？你想做什么？放消息出去，陛下回光返照，写下遗诏，意欲传位给七殿下。谢之让，你把他嘴给我堵上！你敢？我是皇帝，我是……谢指挥使在此处所谓何事？我作为陛下最信任的臣子，自然是要在陛下床前听一听他的临终遗愿的。遗诏在哪儿？哼，哪有什么遗诏？你若不信，自己在这宫里找找便是，问我做甚？本宫知道，
你想越过我，直接扶持大皇孙坐那个位置？是你说他是谢武和一猎户生的孩子，他不是皇室血脉。我就说当初是你自己往自己头上戴青巾，你还嫌我羞辱你？怎的？今日是觉得这青巾戴不住了，想摘下来了？锦衣卫指挥使谢之让意图谋反，给我将这个乱臣贼子拿下！不可能！他点了京郊大营2万兵士直入皇宫，将宫中所有守备都给替换了。谢之让仅仅只是一个锦衣卫指挥使，他没那么多人手和自己抗衡。遗诏呢？你给他下了哑药？可不是我，他自己炼丹，不知道吃了什么，吃哑了。我也问不出遗诏在哪，估计就是没有吧。写，给我写！写你传位给我！写！殿下实则生变，他不写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微臣为殿下准备了一位奇人，能模仿他人字迹，左右殿下已经拿到了传国玉玺，何不让那人模仿陛下的字迹？他的儿子居然敢弑父！你要干什么？关门自然是要打狗。本宫有2万人马，仅凭这些人，你就敢对本宫动手？哼，能碰上你这种蠢货，真是晦气。东华门那边是你故意放本宫的人进来的，这些事情你自己去地底下慢慢想吧。当初我初入锦衣卫，学的最好的便是这凌迟之刑。凌迟用的刀须得又薄又锋利，轻轻一下就能插入你的皮肉之中，而后割下薄薄一层，那肉片放在蜡烛前，甚至能透出火光。太子殿下这把青骨头能在我手里撑多久呢？瞧瞧这身细皮嫩肉，一刀一刀片下来喂狗，既浪费了你这身皮肉，又浪费了我的刀工，可惜呀。哎，左右殿下在诏狱也是要吃东西的，不如这样吧，就把那些从你身上片下来的肉涮了给你吃，如何？谢之让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不得好死，你也得下地狱。你就在阴曹地府等着我，看我下去怎么让你再死一次。太子杀君弑父，逼宫谋反，七皇子于危急时刻秦王救驾，然在路途中与叛军厮杀，救驾来迟，陛下临死前留下遗诏，传位于七皇子，将这不忠不孝之徒关入诏狱。自此一切尘埃落定。你看那远山，沿途窗暖的光，不知前的传闻，不知今朝万岁，这是我万岁万岁万岁！成长的万岁，挥手之际说万岁。七皇子顺利登基，改年号为元宁，为其君父请封谥号为景哀帝。都说是走不风不去观花，也未必就是你想的那一风，也许就是你要飞翔的力量，扬起帆，国度转弯。哦。
追封其生母德妃为敬德皇太后，封养母陈贵妃为太后。册封妾室何氏为淑妃。为自己一众兄弟封王，其中11皇子封号为润。12皇子封号为福。褫夺太子封号，赏一杯鸩酒，将参与逼宫谋反之人满门抄斩。残阳风萧萧，万里遥不战袍。山小水小，醉里马蹄太吵。烈酒心头焦，烽火狼烟黄叶烧。风萧云抛，豪气游荡云霄。世间难得逍遥，有自诩桀骜，在利人手坚强。听罢一曲洞箫，再听风呼啸。故里烛烟老，只恋绣春刀。雾暗里乱风风落竹叶飘。莫再寻烦恼，莫要弄江潮。水滔滔，浪喧嚣，何时了？不了，今儿没空。这位公子啊，长得这么同年，皇帝下旨尊锦衣卫指挥使谢之让为太师、太保，告封谢之让之妻江密为夫人，至2品。元宁2年的2月，依旧寒冷。啊！我不想回去，姨姨救我！嚎什么？要是吓到托尔尼尔，我打烂你的腚！你凶什么凶？哼！你瞧瞧，兔姐儿都笑了，她这是舍不得我走呢。头疼，他觉得自己不只有2崽，而是3个，哪有一个王爷天天赖在别人家不肯走的？姨姨，我不要走嘛，我就想待在您这儿。那殿下为什么不想走呀？因为我舍不得姨姨呀。您这儿有阿婉姐姐，有兔儿、妮儿，我不要回去嘛。南府上冷冰冰的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一点都不想回去。你已经10岁了，撒什么娇？再软赖，你给我滚回你的封地去！姨姨，你疼疼我吧，可怜我孤寡一人在那府上，没爹没娘，真是凄惨呀。好，你留在这里嘛。姨父，你最好了，姨姨都让我留下来了，你也让我留下来好不好啊，姨父？你姨姨都说让你留下来了，我说不准还有什么用啊？那虽然没用，可是我想你真心实意留我呀，姨父。黏黏糊糊的，像个什么样子？
殿下，咱们可得说好了，你留在这儿可不能不做功课的。上次你就在这里待了几日，结果功课一点都没做，陛下抽查你的课业，你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，小心陛下把你关在宫里不让你出来。皇帝给瑞王封王以后，便为他亲自挑了一座府宅。其实瑞王本应该直接去封地的，但皇帝想着瑞王才10岁，到底年纪小，便留他在京城看顾着。那么大一座府邸，只有瑞王一个主子，冷清极了。你啊，别老是惯着他，本来就无法无天了，有你撑腰都能窜到天上去。他就是不爱好好做功课，因为课业的事儿，不知道挨了陛下和韩大人多少顿臭骂了。你倒是稀奇，骂他这个骂他那个，却从未在功课上骂过他。哼，他故意的，他不比陛下蠢笨，就是贪玩。他和陛下，他们兄弟俩倒是没事儿，但陛下那边还有个太后撺掇呢，人心易变，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？他做个富贵仙人挺好。说不定就是咱俩杞人忧天呢，他们兄弟俩到不了那一步。陛下如今是天子，再不是以前的七殿下了，你也得当心些。放心吧，阿密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前些天去宫里看淑妃娘娘了，前朝后宫都盯着她的肚子，她和陛下也难过。好在国丧期间，陛下还能拖着不立后不纳妃，不然他俩且有的烦呢。不提他们了，正好那臭小子在，就让他看孩子，我带你去酒楼吃酒。这个天儿还要吃全羊宴，最好是配铜锅涮肉的那种。好，只要是你想吃的都有。他以前是不喝酒的，是有一次谢之让逗他，趁着他迷迷糊糊睡觉的时候，拿着一点清酒骗他当做水喝了下去，结果自己回味半天，却喜欢上了那味道。